人卻沒了。想到有慶再不會說話，再不會拿着鞋子跑進屋，心裡一陣陣酸疼，整個人縮成一團。後來他發現縣長竟是當年戰場上的戰友春生，所有憤怒失了出口，只變成一句：你欠我一條命，下輩子再還我吧。那天晚上，福貴抱着有慶走回村裡，月光照在土路上，白茫茫的，像是灑滿了鹽。他把有慶葬在村後山坡上，用木牌寫了名字，插在墳頭。回到家不敢告訴家珍真相，只說有慶在學校出了事。家珍後來猜到了，哭了一天一夜，枕頭濕透，從那天起再沒站起來。有慶死後1個多月，春生提着2包點心來看他們。家珍躺在裡屋，聽見春生的聲音，死活不讓他進門，聲音又冷又硬。你出去。春生站在門外好久，嘴唇哆嗦着，把點心放台階上，轉身走了。後來春生背負巨大精神重壓，人瘦得脫了形，半夜摸到福貴家，把全部積蓄塞在門縫裡，說撐不住了。家珍讓春生進屋，對着他蒼白的臉說：春生，你要好好活着，你還欠我們一條命，你得堅持下去。春生聽了眼淚刷得流，卻還是搖頭。可惜他終究沒能跨過心中那道坎，永遠離開了。鳳霞長大了，出落得水靈靈的，可惜是個聾啞人。每次村裡有喜事，他就遠遠瞧着愣愣發呆，眼裡有一種說不清的光。王家兒子娶親時，鳳霞也跟着看，後來竟一邊笑一邊迷迷瞪瞪走進娶親隊伍，被鄰家嬸子拽出來，還一臉茫然。福貴心疼，整夜睡不着，去求隊長給鳳霞找戶踏實人家。經人介紹，鳳霞嫁給了城裡一個叫二喜的偏頭小伙子。二喜老實，在搬運隊幹活，力氣大，對鳳霞好。初次見面時，二喜一句話沒說，翹着肩膀滿屋子轉悠。福貴以為他沒看上鳳霞，誰知第二天二喜就扛着梯子來了，換屋頂茅草，燒火做飯，連雞窩都重搭了一遍。福貴囑咐二喜要讓鳳霞風光出嫁，二喜記在心裡，借錢辦了村裡最隆重的婚禮。迎親那天來了20多人，全穿中山服，敲鑼打鼓進村。二喜拆了2條香煙，逢人就送整盒。鳳霞穿新紅衣，頭髮油亮，臉蛋紅得像番茄，漂亮的福貴都認不出。福貴和家珍站在村口大柳樹下，望着迎親隊伍走遠。家珍靠在福貴肩上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。按規矩，鳳霞要1個月後才能回娘家，可結婚不到10天，兩人就手拉手提着糕點回來了。二喜撓着頭說，是鳳霞拉着他來的，他就稀里糊塗跟過來了。有了孩子後，二喜更疼鳳霞，洗腳水都端到跟前。鳳霞懷孕了，二喜整天咧着嘴笑，幹活比以前有勁。可生產那天出了大事，鳳霞大出血，那時產科醫生全被關在牛棚，只好臨時拉出餓了3天的一位王教授。他餓得手抖腳軟，連手術刀都拿不穩。天黑前人已撐不住，醫生問二喜要保大還是保小。二喜撲通跪在水泥地上，膝蓋磕得聲響，哭喊要大的。後來醫生說生了個兒子，二喜急得直跺腳，我沒讓要小的。醫生說2個都保住了，可鳳霞還是沒能熬過失血，臉色越來越白，最後輕輕吐出一口氣走了。福貴趕到時，二喜趴在床邊又哭又喊，抬起頭滿臉是淚，我要大的，他們給了我小的。福貴愣了半天，回家吧，這家醫院和我們有仇。有慶走在這裡，鳳霞也走在這裡。那天雪下得特別大，二喜把鳳霞背在身後，3個人踏着雪往家走。二喜哭得嗓子都啞了，走一段就停下來喘氣，還是咬着牙把鳳霞背了回去。鳳霞死後不到3個月，家珍也走了。這個跟福貴吃了大半輩子苦的女人，在某個傍晚撐不住了，她躺在床上瘦得只剩骨頭，眼睛還睜着看屋頂的茅草。福貴摸她的手臂，一節一節地量下去，
像有什麼正一點點抽離，兩條腿早涼透了，全身都涼了，只有胸口還有一小塊暖和着，像燃盡的炭火裡最後一粒火星。福貴把手貼在他胸口，感受那最後一點溫暖慢慢散去。家珍氣若游絲地說，下輩子我們還要一起過。福貴的眼淚砸在他臉上，拼命點頭說不出話。他把家珍的手輕輕攏好，蓋好被子，坐了一夜沒合眼。福貴後來說，家珍是個好女人，能娶上她是前世勤懇換來的大福氣，可惜沒能讓她過幾天好日子。家珍走後，福貴只剩下二喜和外孫苦根。二喜整天把苦根背在背上幹活，福貴勸他把苦根交給自己照看。二喜說離不開苦根。苦根4歲那年，二喜在工地被2塊滑落的水泥板活活夾住，最後叫了一聲苦根就沒了。福貴趕到時，二喜已被抬走，地上流着一灘暗紅的血跡。苦根在不遠處的池塘邊扔石子，聽到爹的呼喚，扭過小臉朝公的叫我幹什麼？等了一會沒回應，又低頭繼續扔，直到二喜被確認不在了，才有人跑過去叫苦根。苦根，你爹走了？苦根抬起頭，懵懂地問，我爹去哪兒了？沒有人回答他。最後福貴帶着苦根回了鄉下。苦根7歲那年發燒，額頭燙得嚇人，福貴煮了薑湯給他喝，用濕毛巾敷額頭。家裡太窮，連豆子都難吃上，孩子瘦得像柴火棒。福貴心疼，煮了半鍋豆子給他吃。苦根太久沒吃過足量吃食，看見豆子眼睛都亮了，一把把往嘴裡塞，小腮幫子鼓得圓圓。福貴在旁邊笑，慢點吃，別噎着，然後下地幹活去了。傍晚回家，屋裡靜悄悄的，苦根還躺在床上，他叫了幾聲沒應，伸手摸鼻息，一點氣都沒了，整個人像被抽去了骨頭，癱坐在地上，半天回不過神來，眼睛直勾勾看着窗外漸漸暗下來的天光。福貴後來說，苦根不是嘴饞，是家裡太窮，村裡誰家的孩子都比苦根過得好，豆子難得吃上一回。他是老昏了頭煮了這麼多豆子，害了苦根，他打了自己好幾個耳光，臉頰腫了也不覺得疼。福貴親手送走了所有親人，爹、娘、兒子、女兒、媳婦、女婿、外孫，他沒有死，他還活着，一個人繼續過日子，腰常疼，眼睛花，耳朵倒還靈。有時候想想傷心，有時候想想又很踏實。家裡人全是他送的最後一程，全是他親手挖的墳坑，親手埋的土，安置在村後山坡上排成一排。到了有一天他腿一伸，也不用擔心誰了。他想通了，輪到自己走時，安安心心走就是，村裡肯定會有人來送他。苦根死後第2年，福貴買牛的錢湊夠了，看看自己還得活幾年，他覺得牛還是要買的。牛是半個人，能替他幹活，閒下來也有個伴，心裡悶了就和他說說話，牽着去水邊吃草，像拉着個孩子。買牛那天，他把錢揣在懷裡，用布包了一層又一層，走去新豐鎮，路過鄰村石澗曬場，圍着一群人，擠進去一看，一頭老牛趴在地上，瘦得骨頭支棱，歪着腦袋吧嗒吧嗒掉眼淚，淚水陰濕了土。旁邊一個赤膊男人蹲着霍霍磨牛刀，打算把幹不動活的老牛處理了。福貴心裡難受，想想做牛可憐，累死累活幹一輩子，老了力氣小了就要被殺。他不忍心再看，轉身繼續走，可那雙流淚的眼睛一直在腦子裡晃，像已預知自己的結局，越走心裡越定不下來。後來一跺腳轉身回去，那些人已綁住牛角，他擠上前說，行行好，把這牛賣給我吧。男人打量他，你說什麼？他說，我要買這牛。男人咧嘴笑了，圍觀的人哄堂大笑，有人說老頭瘋了。福貴從懷裡抽出錢塞過去，你數數。男人傻了，把錢翻來覆去看了幾遍，你當真要買？福貴不說話，
蹲下解了牛角繩子，站起來拍拍牛腦袋。牛真通人性，知道自己不用死了，一下子站起來甩尾巴，拿腦袋蹭他胳膊。他拉住韁繩，你數數錢。那人把錢舉到眼前看看多厚，不數了，你拉走吧。福貴拉着牛走出人群，身後傳來笑聲和一句今天核算。牛通人性，往回走的路上知道是他救了命，身體老往他身上靠，熱乎乎的。他對他說，你呀，先別高興，拉你回去是讓你幹活，不是當爹養着的。他給這頭牛也起名叫福貴，村裡人都來看熱鬧，說他老糊塗了，買這麼頭老牛回來。會看牛的人告訴他，這牛最多活2-3年。他想2-3年足夠，自己恐怕還活不到那麼久。誰知道他們都硬朗，一年年熬下來，竟活到了今天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牽牛下地，一人一牛慢慢走在田埂上，耕田累了，坐田頭跟牛說話，把親人的名字一個個喊給牛聽：家珍、有慶、鳳霞、二喜、苦根。他一邊說一邊扶着犁，像在跟那些人一起幹活。他對牛說，今天有慶，二喜耕了1畝，家珍、鳳霞耕了7-8分田，苦根還小，都耕了半畝。你媽耕了多少我就不說了，說出來你會覺得我羞你。牛便甩甩耳朵，慢悠悠往前走。他牽着牛走在暮色田埂上，嘴裡哼着，少年去遊蕩，中年想絕藏，老年做和尚，聲音拖得長長的，在空曠田野上飄來飄去，像唱給地底下的人聽，又像唱給自己。這本書打動我的不是苦難本身，余華寫作用詞極其冷靜克制，不煽情不哭喊，只是平平淡淡講一個人怎麼賭光家產，怎麼被抓去當兵，怎麼看着親人一個個離開。可正是這份平淡，讓你讀完心裡堵得慌。余華說活着在中文裡充滿力量，這種力量不是來自叫喊或進攻，而是來自忍受，忍受生命賦予的責任，忍受現實給予的幸福和苦難，無聊和平庸。書裡更出名的話是，人是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，而不是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。福貴到最後什麼都沒了，錢沒了，房子沒了，家人全沒了，可他還在活着。他沒有選擇放棄，沒有輕易放棄生命，牽着老牛走在田埂上，日復一日。余華說，生活和幸存是一枚分幣的兩面，分界在於方向不同。對福貴而言，他是認真生活，不是勉強幸存。福貴這一輩子說起來就是幾個坎兒：輸光家產，被抓壯丁，兒子沒了，女兒沒了，媳婦兒沒了，女婿沒了，外孫也沒了。可他從不喊疼，不叫苦，不翻舊賬。他像村口那棵老槐樹，風來了晃一晃葉子，雨來了濕一濕樹幹，天晴了照樣在太陽底下站着。他沒念過什麼書，沒說過漂亮話，可他活着的樣子比任何道理都管用。有時候你半夜翻來覆去睡不着，腦子裡會浮起那個畫面，一個老人，一頭老牛，走在暮色蒼茫的田埂上，嘴裡念叨着一串名字，像在跟誰聊天，又像在跟這個世界做最後的和解。他走得慢，牛也走得慢，夕陽把影子拉得長長的，投在剛翻過的泥土上。遠處村莊炊煙升起來了，狗在叫，孩子在鬧，日子還在繼續。福貴和他的牛就這樣一步一步朝前走，走到天黑，走到星星出來，走到明天太陽照常升起。活着就是這樣一件既輕又重的事。